然灭了，里面的一切好像烧了。太诡异了！我发誓没人在里面，怎么会着火？是不是有鬼？别说了，快走！怎么了？同学，你别过去，实验室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就跳闸了。就是，地上还有一滩水，一个插排都烧黑了，太奇怪了。快走吧，大晚上的太可怕了。烧黑的插排，地上有水，而且没人在里面。我去看看。都别靠近，保持现场。我已经通知导师了。可是导师不在啊。那就我来负责。你们都撤离到走廊尽头。我能去看看吗？不行，我是实验室助理，现在这种情况大家都不要进去。林展，发生什么了？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回去？周老师，实验室突然断电，精密仪器损毁，现场有水渍和烧黑插排，疑似短路，但情况异常。你在这维持秩序，联系你们导师，我先进去看看。好的，周老师。听说楼里跳闸了，我来检查电闸。这不是普通短路，插排的烧点太均匀了。同学，请你退后，非相关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。我只是大一新生，我想知道这起事故为什么像意外，但又完全不像意外。什么？林展让他跟着去看看吧。观察力强的学生有时候比我们更快。一会儿跟紧我，不许碰任何东西。水渍是从仪器这边延伸到插排的，而且插排烧点只有外侧，说明短路从外往里烧。总闸没坏，应该是局部短路，但是线路没问题。这不是设备自身故障，短路温度不够高。那是……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先操作设备，再造成短路？林展，你带着这位同学先回去，你导师联系我了，说明天查一下值班表再调查。师傅，麻烦你了。没事，周老师，您有事还叫我就成，我先回了。同学，老师、学姐，我是物理系新生顾宁，我想加入你们一起调查这件事情。明天来实验室门口集合。林展，你记得带着值班记录。好。谢谢周老师。昨晚值班的学生是小吴，他说做完实验就走了，没有4节设备，不是来自仪器内部，是来自外部插排。电路没问题，那就是实验室内部有人违规用电。水渍的痕迹太规整了，像是被人碰倒后扩散的。如果是意外，水渍应该会更乱。你是说是有人故意造成短路？我不确定，但这不像不小心。林展，你去把昨晚值班学生叫来，我要问他几句话。周老师，我真的没乱碰，我都是按规程做的。你昨晚使用了哪些设备？电老铁、搅拌器、电脑，还有一个插排，3个大功率设备共用1个插排。我那天赶进度就一起用了。你实验结束后有没有检查插排是否沾水？水？我没倒水啊。实验室规定，同一插排严禁接入2台以上大功率设备，这是实验室安全红线，你不知道吗？对不起学姐，我知道，但那天太忙了。那你最后离开实验室的时候，插排是热的还是凉的？热的，好像有点热。这就对上了，负载过热，再加上可能接触到水就会短路。但是为什么你说自己没碰水？我真的没倒，我怀疑是别人进来过。实验室昨晚上锁了，谁还能进来？也许我们看到的是有人故意制造的意外。你们看，插排烧点呈圆形是集中受热的缘故，只能说明一个点，在短路前，插排已经长时间高负载。我刚才检查了通风口，没有被撬动痕迹，门是从内部开的。那水的问题怎么解释？如果不是小吴倒的，那是谁倒的？难道真的有人故意进来制造事故？不一定是故意，也可能是有的人操作失误，然后不想承担责任。周老师，我真的没有加水，我发誓。那你实验过程中有没有把水杯放在桌面附近？有，当时放在旁边，我没注意。周老师，我还有课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去吧。那可以解释出现的水渍，所以原因是大功率设备过载加上液体不慎接触插排导致的短路。但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短路刚好发生在小吴走之后？我在这儿负责维修10多年了，之前遇到过，当设备过热又遇水，短路不会立刻发生，要等温度累积。您的意思是，短路可能不是他走那一刻发生的，是隔一段时间才跳闸的。那说明他离开以后还有人来过，或者设备自己持续升温。这解释不通啊！实验室门是从内部反锁的，也可能是他离开之前温度已经足够接近临界点，只是没人发现。顾宁，你继续分析。我怀疑是双重隐患叠加造成的。第一，插排照负荷；第二，液体就近接触，两者只要同时存在，必然会造成短路。所以这不是恶意破坏，是严重违规。我觉得是有人违规操作，又因为害怕没打报告，隐患累积造成的事故。大家从不同角度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，现在缺的不是推理，是行动。我建议立刻成立实验室安全专项小组。我这边全力配合，水电设备我最熟，
我可以负责线索推理和现场还原。好，那我们4个人就凑成一个实验室安全探案组。从今天起，我们4人共同负责实验室安全排查、隐患追踪，任何异常第一时间上报，第一时间调查。那接下来的案子应该会很有趣。不是有趣，是很关键。实验室安全从来都不是小事。好，对，安全第一。那我们开始整理第一起事件的完整报告。周老师、学姐，我把整个事故链还原出来了。你说，当晚值班生小吴同时在一个插排上接了电烙铁、搅拌器、电脑3台大功率设备直接超载，他又把水杯放在桌边，不慎溅出水渍渗进插排。水杯，小吴昨天不是说没倒水吗？高负载发热遇水形成漏电，热量慢慢累积，等他离开10几分钟后才突然跳闸短路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短路刚好发生在他走之后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灵异事件，不是恶意破坏，而是典型的违规叠加隐患。对，这种延时短路最隐蔽，人走了才炸，看着像闹鬼，其实是安全意识太差。实验室安全规范明确规定了，同一插排禁止接入2台以上大功率设备，液体必须远离电源。小吴已经承认违规，记过并补全安全培训。这件事也提醒我们，必须有人专门盯实验室安全。看来成立专门小组的事是时候提上日程了。周老师，那我们还要继续查下去吗？我支持查下去，实验室安全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可以把案件都收集起来做成科普资料。我可以负责规范太账、现场管控、水电线路、设备维修，我全包了。周老师觉得呢？好，我会上报领导。从今天起，我们4人正式成立实验室安全探案组。我负责专业判定与科普，顾宁负责推理还原，林展你要负责守好安全底线，张师傅查硬件隐患。今后实验楼所有异常事件由我们统一排查，保证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。那把这起案件做成安全警示案例，全院学习。好，要让大家必须记住，大功率必须分路供电，液体远离电器，离开前必断电源，查台面。学姐，之前的实验室安全宣传视频做得怎么样了？基本差不多了。周老师上报了学院，学院已经同意我们继续收集案例素材了。真好，我最喜欢探案推理的感觉了。我倒是希望这种事情越少越好，素材多了，证明大家违规多了，也就更危险。学姐说的是。里面味道好刺鼻，我头好晕，待2分钟就喘不上气。怎么回事？化学实验室里有股味儿，谁进去都待不了。别慌，先到通风处，不要返回。林展姐，我们要立刻封锁现场。行，我马上去通知周老师和张师傅。怎么样了，周老师？气体浓度偏高，属于挥发性有机物质刺激，不是剧毒，大家别恐慌。进去之前要戴好口罩，我去开总排风。味道来自试剂柜下层，这里有破损瓶，还有漏液。这瓶没有标签，旁边是氨水和乙醇，这些不能混放在一起。氨水和乙醇都易挥发，如果粗心大意，把它们放在密闭柜里混放，会快速升高浓度，刺激呼吸道，引发头晕、咳嗽。排风滤网堵死了，风排不出去，浓度越积越高。谁最后使用试剂柜？记录上昨天是高年级做完，新生帮忙归位的。规划品有明文管理规定，标签朝外，分类分柜，酸碱分离，易挥发单独存放，这样摆放明显严重违规了。不单是试剂混放，你们看，这瓶是连标签都没有，实验室排风也没有打开。我们得把相关人员都约过来，逐瓶核对，溯源到个人。周老师说的对，我去把记录上的学生约过来。无标识设计太危险了，我先封存起来吧。我来吧，你去帮林展。好。糖账清晰，但柜内混乱，无标识试剂2瓶，阿水与乙醇紧挨，隔板有腐蚀痕迹。归位顺序完全错误，谁放的？昨天我们看架子空了，就直接塞进去，没看标签。学长说随便摆一摆就行，我们不知道不能混放。试剂不是普通物品，是危化品，标签脱落必须立即上报，严禁无标识入库。
不是自己取用的试剂不许随意归位，这是实验室红线，你们第一天上学吗？对不起，学姐，我们不知道。你们没有接受完整的危化品培训，这也是教师管理漏洞。我检查了风机，线路正常，但滤网半年没清，风阻太大，基本等于没排风。学生违规操作加上设备失修，双重隐患叠加。我怀疑破损瓶是挤压导致的。没错，摆放拥挤，开关柜门用力，都可能碰倒破坏。现在我们要做3件事儿：第一，无标志试剂全部送检，这个我负责；第二，彻底分类整理，这个林宅你去盯着；第三，补全所有人安全培训，我写好报告，到时候顾宁来协助我。好的，周老师。那我下午就把所有滤网换新。辛苦张师傅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滤网没有及时更新，也是后勤部的疏忽。等我们做完成分检测，你们配合把完整事故链还原，必须让所有人明白危险在哪儿。我们一定配合。周老师，检测报告出来，结果怎么说？结果确认了，破损瓶是酰胺水与乙醇混放挥发，形成刺激性混合气体，浓度超标3倍，无标签、混放、归位错误、通风失效，4项违规全部命中。我完整复盘一遍吧。首先是高年级学生用完试剂未归位到位，第二是新生不懂规范随意塞放，然后导致了瓶体挤压破损，挥发气体排不出去，在第2天开门瞬间冲出，导致学生不适。周老师，滤网我拆下来了，堵的全是灰尘，风根本出不去，实验室也没有联系后勤更换维修，这点也写上吧。很多同学觉得味道大一点忍忍就好，但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道黏膜，处在这种高浓度下，可能会引发呕吐、胸闷，甚至诱发哮气。我们必须用这件事儿做一次全员敬事教育。隐患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知道的人不当回事，不知道的也就被带着不懂、不查、不改。我会上报学院，这种情况必须要全面整改，分类分柜、色标管理、标签全覆盖、滤网全换，同时建立责任制度，谁取用、谁归位、谁负责。硬件我保证到位，制度我负责对接，负责老师来落地。我帮学姐。今天我们把第2起案件彻底了结，从现在开始，化学实验室试剂管理全面整改。之前的问题主要是混放、无标签、归位混乱、通风失效这4项，今天一次性解决。我先重申事故原因，破损的是酰胺水和乙醇放在同一格，两者都易挥发，在密闭柜子里浓度不断升高，一开门就冲出来，导致大家头晕、呛咳。都怪我，以为随便摆一摆没关系。我们不知道氨水和乙醇不能放一起。实验室安全手册第1节课就讲过，酸碱分离，易挥发单独存放，标签必须朝外，你们必须记住。通风柜的滤网我全换了，风机也调试过，现在风量足够，不会再闷味儿。大家看好，我们现在重新建立存放规则，酸性试剂放红色区，碱性放蓝色区，易挥发试剂全部放进带通风的专用试剂柜，任何试剂无标签一律不准上架。我给大家总结最容易错的3点：第一，不是自己用的试剂，绝对不要替别人归位；第二，瓶子快没标签了，立刻报告；第三，柜子里别塞太满，挤压容易破。从今天起执行谁取用、谁归位、谁签字的制度，领用、归还都要登记，出问题直接查记录。我再强调3条危化品安全铁律：第一，酸碱试剂必须分柜严禁混放；第二，易挥发试剂必须在通风条件下存放和操作；第三，进入实验室先开排风，至少3分钟再开始做实验。以后每个月我都来检查一次通风系统，保证你们的安全。隐患往往来自小事，乱摆一瓶、漏看一个标签、懒得多开1秒排风，都可能变成安全事故。我们的典型案例又多了一个。我一开始以为做成典型案例发在学院里就是形式主义，没想到短短几天，我们就已经遇到2起了。我倒希望一个都没有，看这样子，我们可有的忙了。林长学姐，你怎么也在？你没去实验室检查？我来找周老师，他说在这边带学生做实验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最近生物实验室挺邪门，实验一个接一个失败，我来看看。走吧，一起去看看。周老师，全完了，培养了1个月的细胞全部浑浊死亡，数据全没了。别慌，保护现场，不要碰任何按钮。
顾宁、林展，你们跟我来看看怎么回事。小周，去叫张师傅。我来了，小顾上午就给我打电话了。温度显示39摄氏度，标准培养温度是37摄氏度，持续超温。我查一下运行记录，最近1周温度曲线一直在往上飘，显然没有校准过。这个插座不对劲儿，摸上去发烫，外壳有点焦。我就是看插座不够用，把培养箱、冰箱、离心机都插在同一个插排上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是严重违规？精密恒温设备绝对不能和大功率制冷设备共用电源。我明白了，冰箱启动的时候电压会突然下降，培养箱的温空气以为温度不够就拼命加热，一来二去温度直接飘上去。细胞对温度非常敏感，超过38.5摄氏度就会大量凋亡，39摄氏度持续2小时，基本全部死亡。我去测一下电压，果然，冰箱一启动，电压直接掉1节，培养箱扛不住这种变动。再加上温控仪长期没校准，误差越来越大，最后彻底失控。这不是设备故障，也不是意外，是违规供电加失准校准双重隐患造成的事故。小杨，你虽然不是故意破坏，但违规操作导致科研数据全部损失，这个教训必须记住。我真的不知道共用插排这么危险，我在家也没事儿啊。实验室设备和家里能一样吗？一点点电压变动都能毁掉整个实验。周老师，数据出来了，冰箱一启动，电压瞬间下降，培养箱温控器误判，持续加热，细胞就被烤死了。原来的温空仪偏差超过2摄氏度，已经不合格了。我现在重新校准，恢复到标准37摄氏度。生物实验室安全规范写得非常清楚，培养箱、冰箱、离心剂必须独立插座、独立回路。这帮学生怎么回事？天天给我们找麻烦。我给你把逻辑讲透。第一，共用插排会导致电压不稳，造成温控失灵。第二，长期不校准，温度就会偏移，那样你们的样本基本全军覆没。2个问题叠加，不出事儿才怪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图方便乱插电。知错就改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但科研安全不能只靠自觉，要靠制度。我现在就给培养箱单独拉一条专线，装稳压模块，以后电压再变动也影响不到它。从今天起，建立培养箱日常巡检台账，每天早中晚3次记录温度，异常立刻上报。每周必须校准1次温控。我把生物实验室供电规则画成图，贴在墙上，谁用哪个插座，哪些不能共用，一目了然。今天我们定3条样本安全底线：第一，恒温设备、制冷设备必须独立供电，严禁共用插排；第二，温控仪必须定期校准，不能相信默认数值；第三，样本存放必须登记，责任到人，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止损。线路我来保证安全，谁也别再撕拉乱接。周老师，要是他们还有共用插座的怎么办？凡是违规共用插座的，一律暂停实验资格，培训合格才能恢复。喂，好的，我转告周老师。周老师，院长叫您回电话。周老师，院长叫您回电话。院长听说生物实验室样本全军覆没，要求我们必须查清原因，全院通报警告。真相已经很清楚了，小杨把培养箱、冰箱、离心机3台大功率设备共用1个插排，导致电压频繁波动。温控仪长期未校准，偏差超过2摄氏度，完全失去精度。我用万月表实测，冰箱压缩机一启动，电压直接跌落15伏以上。培养箱的温控系统本来就不准，在遇到电压不稳，只会疯狂加热。最近7天温度持续走高，最高达到39摄氏度，
细胞对温度极其敏感，超过38.5摄氏度就会大量死亡，持续2小时，基本全军覆没。我真的不知道共用插排会这么严重，我只是觉得插座不够用。实验室安全规范写得清清楚楚，精密恒温设备必须独立插座、独立回路，严禁与冰箱、磷鲜机等大功率设备混用。很多同学把实验室设备当家用电器用，觉得能用就行。但实验室设备精度高，敏感性强，一点点波动都会造成毁灭性后果。这不是设备故障，也不是人为破坏，是典型的违规用电加上维护缺失造成的责任事故。这件事情我们会上报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愿意接受处罚，重新补完所有安全培训，写检讨，在全院公示。张师傅，立刻为培养箱布设独立专线，加装稳压模块。林展，马上起草生物实验室设备用电与校准管理制度。顾宁，负责还原事故链，做成科普案例。保证完成。线路全部整改完成，冰箱、培养箱、磷芯机各走独立回路，电压稳定无变动。温控仪已重新校准，误差控制在0.1摄氏度以内，符合国家标准。我宣布，培养箱日常巡检台账正式启用，每日3次测温，每周强制校准。今天关于培养箱细胞样本全军覆没的案件正式结束。经过我们的排查，确认是共用插排导致电压不稳和温控仪长期未校准导致。我给你把逻辑讲透吧。因为违规共用插排导致电压产生变动，引起温控误判，造成了持续超温，最终导致样本死亡。你明白了吗？本来这些情况是全程可预防、能避免的，结果因为违规操作，全军覆没。对不起，师姐，我错了。从今天起，培养箱、冰箱、离心机等精密设备必须独立插座、独立供电，严禁共用插排。温控设备每周强制校准，每日早中晚3次记录温度，异常立即上报。样本存储责任到人，领用存放废弃全程登记，不许隐瞒，不许拖延。好的，学姐，我们一定严格执行。就一次图方便，毁掉1个月科研成果。再严重一点，可能引发线路过热、起火、爆炸，后果就不是我们能承担的了。安全是所有科研的第一道底线。对不起大家，是我安全意识淡薄，违反操作溃场，给大家造成巨大损失。我会把这次教训写成警示案例，和全院同学一起学习。从今天起，全院所有实验室执行用电安全与设备校准双制度。违规共用插排未按规定校准者，一律暂停实验资格，培训合格后才能恢复。周老师放心，我每月对全楼电源、线路、插座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不留死角。我们探案组会持续跟进每一台设备、每一条线操作，让隐患无处藏身。你们必须记住，科研可以大胆，实验必须小心，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。终于把培养箱的案子结了，希望能安静几天。我也希望，但实验楼这么大，隐患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。喂，你别乌鸦嘴啊！怎么，你不是最喜欢破案了吗？所以说啊，你这脑子还是得多用用。你说谁脑子不好使呢？当然是说你了。周老师，你瞧他俩又斗上嘴了，又飘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同一个砝码称5次，5次数据都不一样，根本没法做期末实验。周老师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来帮我看看，我已经校准3次了，水平炮也没问题，数据还是乱跳。水平炮居中，称盘干净，仪器无报错，线路正常。大家请后退，不要触碰仪器，保护现场。情况怎么样？仪器本身看起来没有故障，但数据持续漂移，最大偏差接近0.1克，完全不符合1/1000精度标准。这条桌腿松了，地面瓷砖也不平，常年使用没检修过。这台天平正好正对通道，人来人往，开门关门，隔壁走动都会产生震动。精密天平对震动极其敏感，我判断这不是仪器故障，而是实验台不稳加上环境震动干扰导致的精度失效。怎么可能？顾宁，你把你的判断完整说出来。电子天平是1/1000精度仪器，对水平、稳固、震动3项要求极高，
现在3个条件全部满足。精密仪器必须放置在专用防震台，远离通道、门窗、通风口与震源设备。这台天匹的位置完全违规。周老师，支架螺丝完全松动，右侧桌腿也短了点儿，结果碰巧地面瓷砖起翘，整体是斜的，就没显出问题来。所以就算天平自身调平，底座一歪，数据照样不准。这里人流量最大，开门风压、走路震动、桌椅碰撞都会直接传导到台面。我怀疑数据漂移不是仪器问题，而是台面不稳加上环境震动双重干扰。我上课一直只检查天平本身，从没在意过实验台和摆放位置。天平水平炮合格，但台面整体倾斜，属于隐性水平失效。这种误差最隐蔽，也最容易被忽视。那现在怎么验证？很简单，我们做2组对照测试。第一组原位置正常走动，第2组加固台面，禁止震动。我马上把桌腿拧紧，垫平地面。等您固定好，我们用同一个砝码现场测试。好，就用数据说话，还原真相。现在开始3组验证，用同一个标准砝码测试。第一组在原位置测量，松动台面。林展姐，你组织大家模拟学生正常走动。差这么多！现在开始第2组，还是在原位置测量。张师傅，您负责加固台面，不能有一点震动。瞧好吧。现在开始最后一组，去周老师那边，在室内安静、少人走动的新位置测量，同时加固台面，禁止震动。结果已经很清楚，天平没坏，是使用环境不达标，是震动让数值乱飘，台面不稳让水平失效，2个隐患叠加，就变成你们说的漂移了。实验室安全不只是操作规范，仪器摆放、环境条件、台架稳固同样是安全底线。精度不准也是会导致实验全部无效的。这事怪我。谁能想到会有这么赶巧的事情？别自责了，我们总结了3条准则给你。第一，精密天平必须用防震、稳固、水平的专用实验台。第2，必须放在安静、少人走动、无震源的区域。最后，每次使用前必须检查水平炮台面是否松动。谢谢周老师，我以后每节课前先检查环境，再开始实验。那我上报，看看能不能给全楼精密仪器台统一巡检加固，每月查1次水平。今天我们正式结案第4起实验室安全事件。我来取个名字吧，就叫天平的离奇偏移。经探案组排查验证，确认为实验台松动加上环境震动超标，导致精度失效，并非仪器故障或人为破坏。我也代表后勤组反思总结，全楼精密仪器台已全部加固，重新调平，今后每月必查。好，顾宁，你协助林展总结一下这次的情况。我和张师傅先去开个会。好的，周老师。实验室精密仪器规范使用总结。首先，天平、光谱仪、显微镜等精密仪器必须放在防震、防尘、缝定电区域。其次，严禁在仪器旁喧哗、跑动、碰撞实验台，保持环境安静稳定。使用前必查水平炮台面稳固性，不合格禁止开机。仪器位置固定后不得随意挪动，挪动后必须重新校准。怎么样？我说的还行吗？挺好的。那个师姐，我想了句口诀，也可以录进去。说给我听听。先稳台，再调平，轻操作，无震动。记住这12个字，精度和安全都能守住。挺好的，很多人觉得差一点没事，其实在科研里，0.01克误差可能推翻整个结论，在工程与检测中可能引发安全事故。师姐说的对，实验室无小事，细节就是安全，规范就是底线。不说我固执了。行了，不逗你了，快走吧，我还要去找周老师说宣传片的事情。
通风柜不动了，气体出不去，报警器响了。还有什么情况？眼睛都睁不开，再待一会儿要晕倒了。去通知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走廊安全区域，关闭实验室门。有毒气体检测报警，难道是通风柜失效了？师姐，我去找周老师他们。大家不要慌乱，该实验室正在进行含挥发性试剂的实验，通风柜一旦停转，风险极高。我去切断总电源和风阀，防止气体继续扩散。我去帮师姐观察现场情况，大家不要靠近窗口和排风口。通风柜风机完全不转，玻璃视窗停在半开位置。学生把烧杯直接放在出风口处，试剂蒸汽正往外飘。这是严重违规。通风柜操作时，视窗开度必须严格受限，试剂不能阻挡出风口。立刻封锁实验室，禁止任何人进入。还真是消停不下来啊！别贫了，快去干活。周老师，你们看，滤网至少半年没清过，风根本排不出去，电机超负荷运转，直接过热停机。实验室规定里写的清清楚楚，通风柜滤网每月清洁，每季度更换，这里完全没有执行。而且学生违规把锥形瓶、烧杯直接堆在出风口，导致气流短路，有毒气体根本抽不进去，反而被吹出来。你们先出去等我。怎么样，周老师？是丙酮与乙酸乙酯蒸汽浓度超标，一旦遇到静电或明火，极易引燃，甚至爆炸。我只是为了方便，把东西都放在手边。方便？你知不知道通风箱是实验室第一道生命防线，出风口被挡等于防线作废，而且之前又不是没出过问题，为什么不长教训？好了，学姐，现在可以确定2点：一是滤网堵塞加上电机老化导致的通风系统故障；第二是阻挡出风口、视窗开度超标的人为违规操作。2个隐患同时爆发，才导致这次险情。这不是偶然事故，是长期违规、长期失修叠加的必然结果。你们说着，我先把旧滤网拆下来，电机也要全面检测，不修好绝对不能再用。我这就去调取近半年的维护记录，必须追溯责任人。周老师，我查完了，这台通风柜已经10个月没有维护，没有清洁记录，没有电机检测，没有滤网更换记录，相当于带病运行了近1年。这就是典型的不坏不修、不想不管，隐患一天天累积，最后直接失效。线圈老化严重，轴承卡顿，再强行运转，很可能起火短路。我真不知道后勤部的工作干成这样。行了，张师傅，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我们还原一下完整事故链。首先，滤网长期不清洁，风阻越来越大，电机超负荷工作，逐渐过热停机，通风柜失去吸力，学生又把试剂挡在出风口，有毒气体直接外泄，触发报警器，引发恐慌。管理漏洞也非常明显，没有专人负责，没有巡检制度，没有提醒机制，学生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通风柜操作培训。我以为只要能转就行，从来没想过要拆下来清洗。通风舱不是普通电器，它是危化品实验的安全屏障。维护缺失、操作违规、管理空白，3条红线一起踩，不出事儿才怪。很多实验室事故都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被一次次忽略、拖延、侥幸，最后变成灾难。必须彻底整改，否则下次可能就不是报警，而是爆炸。我现在上报，张师傅，你组织立刻全面停用全楼所有超期未维护的通风柜，逐台排查，逐台检修。好的，周老师。经我们排查发现，这次事故确实因为滤网长期堵塞、电机老化和违规阻挡出风口3重隐患叠加所致。周老师，后勤组已经开展工作，现在全楼通风柜已完成第1轮排查，所有堵塞滤网全部更换，老化电机统一维修，
以后每个月都会检查一次，每季度更换一次。辛苦张师傅。我们也总结了通风柜安全5条铁律：一、操作前先开封机3分钟，确认运行正常再开始实验。2、试装开度严格控制在安全线以下，严禁超开。3、试剂必须放在通风柜内部深处，严禁阻挡出风口。4、实验过程中头、手不要深入柜内，不要在柜内久留。5、发现异响、吸力下降、异味，立即停止实验，上报报修。大家记住一句口诀：先开封，再操作，不挡口，不超格，有异常立刻停。通风柜一旦失效，有毒气体、易燃蒸汽会在几分钟内充满实验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安全不是靠运气，是靠规范、靠维护、靠责任。大家记住，守住通风柜就是守住呼吸安全。我们探案组会持续巡查，绝不允许带病设备、违规操作再次出现。炸了！废液桶自己冒泡了，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就这样了，会不会爆炸？所有人后退，不要靠近，不要用水冲。别乱动，酸碱混合反应很危险，容易喷溅。大家撤离到实验室门口，保持通风，不要围观。我来处理。这种情况我见过，是酸碱混装了。大量气泡，快速升温，白烟，典型的强酸强碱中和反应。现在还在剧烈反应，必须等它稳定才能处理。我再三强调过，这是第几次了？又是实验室明确规定的内容。酸性废液、碱废液、有机废液必须分桶收集、分类贴标，严禁混装。怎么还是有人违规倾倒？立刻封锁危险区域，禁止任何人靠近。等反应减弱后，再做成分检测。好的，周老师。多少次了，回回出问题，那么多教训还不够吗？怎么还是有人拿实验室安全当耳旁风？明文规定的内容毫不在意，非要出了问题才后悔吗？林展，你冷静。这件事情我会向上级申请，相关责任人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温度降下来了，可以检测了。确认了，就是强酸性废液和强碱性废液混装，发生剧烈中和反应，产生大量热量与气体，险些爆炸喷溅。有机废液桶是空的，酸碱桶都没贴标签，桶身脏污看不清标识，明显是倾倒时根本没分类。最近一节课是无机化学实验，产生盐酸、氢氧化钠2类废液必须严格分开。谁最后倾倒废液？我倒过，但是我没看桶上的字，看哪个空就倒哪个了。小曹他们也倒了，我以为废液都能装在一起。实验室最基础的安全规范，酸、碱、有机3类废液绝对不能混装。你们把安全守则当耳旁风吗？强酸强碱混合，瞬间放热，液体沸腾喷溅，一旦溅到皮肤眼睛，会造成重度化学烧伤。这不是小事，是人命关天的事。林展，你去把所有学生集中到实验室，逐一核对废物倾倒情况。周老师，我挨个问过了，这节课上6个小组全都没有按规定分类，有的酸倒进碱桶，有的把有机废物倒进无机废物桶，完全乱倒。我查看了所有废液桶标签，全部老化脱落，专人看管，谁来谁乱倒。之前有学生来后勤部领标签，说是要更换标签，没想到一直没人落实，拖到现在出事了。你能说清楚酸、碱、有机废液分别应该倒进哪个桶吗？我没人认真听过，我们以为随便倒就行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安全培训不到位，标识不清，无人监督，违规不处罚，4条漏洞一起爆发，不出事故才怪。什么啊？他们的问题就找他们啊，他们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把我们都叫来干嘛？好不容易没课。顾宁，你告诉他们这件事跟他们有没有关系？这件事是因为废液桶标签缺失，导致无法分辨类型，学生们未接受规范培训，不懂分类要求，多个小组随意倾倒，强酸强碱混在一起，发生剧烈放热反应，险些喷溅爆炸。所以
你现在明白了吗？这不是一个人的错，是全员安全意识淡薄，加上实验室管理严重缺失，所有人都有责任。从今天起，废液处理必须彻底整改，不留任何死角。按国家标准，红色倒酸性废液，蓝色是放碱性废液，黄色就是有机废液，这样一目了然，我就不信还有人会认错。我看谁还敢乱倒。林詹姐说的对，在每个桶都写明成分、禁忌、联系人，24小时有效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在图省事乱倒了。我给每个小组划分专属清倒位，以后实验课谁用哪个桶，什么时候倒，全部登记在册。对，让他们从今天起执行废液清倒3步骤：一看标签，2辨成分，3登记签名，少一步都不许倒。这种混装废液必须由专业人员处置，严禁私自排放，会污染环境、腐蚀管道。我联系后勤组弄个排班表。我来组织所有学生重新培训废液安全规范，现场考核，不合格不许做实验。谢谢周老师，谢谢学长学姐，谢谢张师傅。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这么危险，现在记住了，绝对不敢乱倒了。我把废液分类规则做成海报，贴在每个实验室门口、水槽边、废液区，人人可见。安排小组轮流监督，发现乱倒立即制止，立即上报。不错，整改到位，才能从根源上杜绝类似事故。今天我们正式结案第6起实验室安全事件，经探案组排查，确认为强酸强碱废液混装，标签缺失、培训不足引发的剧烈反应，险些造成爆炸喷溅。所有废弃废液已由专业机构回收，新废液桶全部到位。今后每周检查标签，每月清理清运。接下来我说的5条铁律，大家务必要记住：一是废液必须分类收集，分色桶装，红酸、蓝碱、黄有机严禁混装。2清倒前必须核对标签，看不清标识的桶坚决不用。3清倒后必须签名登记，责任到人，全程可追溯。4严禁将固体杂物、碎玻璃、试剂瓶丢入废液桶。最后，发现混装、泄漏、发热、冒烟，立即撤离，上报，禁止自行处理。废液处理是实验室最高危环节之一，一次乱倒可能导致喷溅、烧伤、爆炸、中毒、环境污染，安全没有侥幸，规范就是保命符。从今天起，学校新增专用废液分类收集点，实行统一登记、统一转运、统一处理。探案组每周巡查，发现违规，全院通报。守住废液安全，就是守住实验室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实验室里安全没有小事，细节决定一切。气瓶在响，指针跳得好快。是高压异常，所有人立刻后退，撤离到安全线以外。不要靠近阀门，不要碰撞气瓶，高压冲击足以致命。大家不要慌乱，缓慢侧身撤离，禁止奔跑，禁止开关电器。我来控制阀门，这种声音是气瓶出气不畅或阀门卡滞。压力已经超上限，再持续下去会发生气瓶冲出、管道爆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高压气瓶使用时必须有人值守，放气必须缓慢平稳，严禁快速开关。怎么回事？封锁实验室，停止所有实验。这不是设备小故障，是严重的高压安全险情。咱怎么成立了探案组之后就没闲着的时候呢？这一桩桩的。谁说不是？没想到就咱学校这么大点的地方，能出这么多的实验安全问题。阀门密封完好，气瓶本体没有破损，压力表正常。设备本身没问题，那异响和超压从哪儿来？我还原一下现场。小吴，你刚才是怎么操作的？我赶时间，就把阀门一下子开到最大，想快点出气。问题就在这儿，快速开启阀门，气流瞬间冲击，导致压力瞬间飙升，指针剧烈波动，发出异响震动。高压容器核心准则是什么？你学过没？缓开缓关，快速开启会产生水激效应，损伤阀门，冲坏压力表，甚至震裂管道，引发泄漏爆炸。我查了记录，这节课根本没有做压力监测记录，也没有专人监护，属于严重违规操作。高压气瓶就像定时炸弹，操作规范是保命的，慢开1秒安全10分，快开1秒危险万分。看起来是有人为了赶时间，快速开阀，气流的冲击让压力飙升，发出异响震动之后，指针爆表了。这根本不是意外，是典型的违规操作导致的高压险情。
就是，我就不信好好按规定做实验会出问题。我给你们演示正确与错误操作的差别，看清楚了。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快开。演示2，缓慢开阀。快开就是玩命，慢开才是安全。高压容器存储压力极高，一旦失控，气瓶会像炮弹一样飞出，穿墙破窗，瞬间致命。历史上有多起高校实验室事故，都是因为快开快关。老师，其实我有点没听懂，为什么快开就会这样？我再给你讲一下，快速开启产生气流冲击，压力瞬间叠加，超过管道与阀门承受极限，破裂只在一瞬间。实验室明确规定，高压操作必须一人操作一人监护，全程记录压力，严禁擅自离岗，严禁快速开关，严禁碰撞气瓶。我真的不知道快开有这么危险，我以为只是快一点。实验室里没有小事，你觉得无所谓的1秒钟，可能就是生死线。今天这一次异响是给所有人的警告，再违规一步就是事故。今天的事情经探案组排查，可以确认为快速开启阀门加上无监护操作和无压力记录3重违规引发的高压险情。全楼高压气瓶已全面排查，阀门、压力表、管道全部检验合格，气瓶全部加装固定链防倒架。周老师，我总结了高压容器安全5条铁律，您帮我听听有没有问题。你说。第一，阀门必须缓开缓关，严禁快速旋转，严禁一次性开到底。第二，必须一人操作一人监护，严禁单独作业，严禁擅自离岗。第三，全程监测压力，做好记录，超压立即关闭停止使用。第四，气瓶必须固定牢靠，加装防倒装置，严禁碰撞、摇晃、横放。最后，操作时必须站在阀门侧面，严禁正对出气口。我也总结了一句口诀，可以录在宣传片里：慢开阀，站侧面，有人看，记压力，平固定，不碰撞。高压安全是实验室最高等级风险，一次侥幸可能付出生命代价。安全不是约束，是保护。从今天起，全院开展高压容器操作专项培训，无证不上岗，违规即停实验。探案组全程监督巡查。周老师说的没错，敬畏高压，遵守规范，才能守住生命安全。说得对，安全没有下一次，只有每一次。上。好刺眼，我看不见了，眼睛好疼。怎么了？我在调激光，突然闪光，我没戴眼镜。所有人不要进入，激光属于强光辐射，可能造成视网膜灼伤。不要揉眼睛，先到光亮处休息，我马上联系校医。激光设备绝对不能深夜私自操作，这是严重违规。激光功率被调到最大，防护挡板没关，护目镜扔在一边，设备处于未授权运行状态。这是典型的违规使用激光设备，没有防护，没有审批，没有监护。这本就不是今晚的预约实验，是有人私自留下来加班操作。我只想快点做完实验，没想到会这么亮。激光造成的视网膜损伤是不可逆的，立刻封锁设备，保留现场。我先送他去医务室。医生诊断为视网膜光损伤，短期视力模糊，需要长期休养，幸好没有造成永久失明。你们看，功率被调到350秒毫，远超安全教学范围。这类功率必须在全封闭、全防护条件下使用。我检查了现场，3个致命问题：第一，
未佩戴激光专用护目镜；第二，未关闭安全防护挡板；第三，擅自调高输出功率。我看别人好像也这么做过，以为短时间没事。别人违规不是你违规的理由。激光是隐形伤害，等你感觉到疼，已经晚了。激光设备属于特种管控设备，不是普通实验仪器，必须双人双锁，授权使用，全程防护。线路我查了，设备本身没问题，是人为操作一步步把风险拉满。王浩私自进入实验室，但是未登记、无监护，也没戴护目镜。在实验过程中，他擅自调高功率，导致调试时产生反射闪光，强光直射眼底，造成的视力损伤。又是这样，每次都是因为不遵守实验室安全规定造成的。我们的宣传片第1集已经做好了，明天就能发布到学校网站上。真希望他们看见之后就别再犯了。问题非常严重，这台激光设备长期无权限管理，密码贴在显示器上，谁都能开，没有使用审批，没有操作培训，没有安全交底。我以为只是教学用，不会出事，就没严格管控。这就是最危险的安全麻痹。光学实验室是高风险区域，激光、强光、精密光学元件，任何一个疏忽都能伤人。我查了课程记录，这学期没有开展过激光安全专项培训，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激光会造成永久失明，反射光也能伤人，无护目镜严禁开机，功率不可随意调节。从长远来看，这或许不是学生们的错，是我们的教学出现了失误。周老师说的对，很多学生一开始觉得闪一下没事，但激光是单波长高能光束，会直接灼伤视网膜感光细胞，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。管理缺位，培训缺失，学生侥幸，3条漏洞一起存在，不出事儿才怪。立刻关停所有光学实验室激光设备，全面整改。周老师，那接下来的实验课还实验什么？最基本的安全都做不到，怎么做实验？不把权限锁死，不把安全讲透，迟早会出更严重的事故。经探案组排查，确认为私自操作激光设备，未佩戴护目镜，擅自调高功率，无安全防护，4重违规造成的光损伤事故。周老师，所有激光设备已加装安全护锁装置，挡板不关闭，设备无法启动。第一，激光设备授权使用，双人双锁，严禁私自开机、私自操作。第二，开机前必须佩戴对应波长激光护目镜，无防护禁止靠近。第三，必须关闭安全防护挡板，严禁在敞开状态下调试。第四，严禁擅自调高功率，参数必须由老师确认。第五，操作时禁止正对光路，反射光路，身体保持在安全区域。我给大家一句口诀：先授权，再防护，关挡板，戴眼镜，不对光，不超频。激光对眼睛的伤害是不可逆的，大家千万不能不当回事，出问题了是没有后悔药的。你们的一次侥幸，可能毁掉一生光明。从今天起，全校激光实验室执行培训考核、授权上岗制度，无证严禁操作。我用自己的教训提醒大家，激光真的不能大意。安全不是限制，是保护。希望这起事故成为所有人心里的警钟。周老师，不好了，负80摄氏度冷冻箱温度一直在升，样本要全毁了。快走！箱体内存放着多组珍贵实验样本，部分已开始解冻。一旦完全升温，数月科研数据将全部作废。周老师，压缩机一直在运转，但制冷效果极差，箱体侧面发烫。冷凝器位置全是灰尘棉絮，通风口几乎被堵死。管路有轻微结霜异常，可能存在漏点，而且很久没有出霜了。我经常为了拿取方便，频繁开关箱门，有时候还敞着门整理样本，从来没清理过灰尘。低温冷冻箱是高精密设备，长期积灰、频繁开门、管路失修，3项隐患叠加，
必然导致温控失效。冷冻箱一旦失控，不仅样本报废，制冷剂泄漏，还可能引发安全风险。先转移剩余可用样本到备用冰箱，保护科研成果。必须马上停机检修，再继续运行会烧坏压缩机。立刻封锁设备，停止使用。你们看，冷凝器被堵得严丝合缝，热量散不出去，制冷效率直接降到最低，温度不高升才怪。近1年没有除霜记录，没有冷凝器清洁，没有管路检修，完全处于只使用不维护的状态。蒸发器结霜厚度超过3厘米，严重影响制冷，属于长期不除霜造成的故障。制冷管路有轻微泄漏，制冷剂不足，再运行2天，压缩机直接烧毁，整台设备报废。频繁开门会导致热空气大量进入，增加压缩机负荷，同时加速结霜，进一步降低制冷效果。我以为只要不关电源就没事，从来不知道还要清洁、除霜、检查管路。低温设备和普通冰箱完全不同，负80摄氏度超低温冰箱对散热、密封性、维护频率要求极高，一点疏忽就会失控。现在事故原因已经清晰：第一，冷凝器严重积灰，散热失效；第二，长期不除霜，制冷效率骤降；第三，管路泄漏，制冷机不足；第四，学生频繁开门，负荷超标。这不是设备自然损坏，是典型的重使用轻维护导致的责任事故。现在散热通畅，管路密封，制冷恢复，温度可以稳定降到-80摄氏度。每日记录温度，每周检查结霜，每月清洁冷凝器，每季度全面检修，所有操作必须签字确认。在冷冻箱旁醒目标注：禁止频繁开门，禁止厂门久留，每月清洁散热口。超低温冰箱正确使用步骤：开门要快，取放要快，关门要快，尽量一次取完所有样本，减少热空气进入。结霜超过1厘米必须停机除霜，冷凝器每月至少清理1次，保持通风通畅。以后我一定按规范操作，定期维护，绝不再因为疏忽毁掉样本。我把低温设备安全要点做成简易手册，发到每个实验小组，人人学习，人人遵守。从今天起，所有低温设备实行专人负责、专人管理，谁使用谁维护谁负责，出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。整改必须彻底，制度必须落地，才能避免再次出现样本危机。冷冻箱异常升温的事，经探案组排查，确定为冷凝器严重积灰，加上长期不除霜，制冷管路泄漏，加上频繁开门，4重隐患叠加导致的温控失效。全楼低温冰箱已完成全面检修，全部清理散热系统，补漏除霜，后续每月固定巡检维护。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5点：第一，取放样本快开快关，严禁频繁开门，严禁厂门整理；第二，每月至少清洁1次冷凝器，保持散热通畅；第三，蒸发器结霜超过1厘米必须立即除霜；第四，每日记录温度，出现异常升温、异响、发烫，立即停机上报；第五，实行专人负责制，定期维护，定期检修，禁止带病运行。我给大家一句口诀：快开门，常清灰，勤除霜，记温度，专人管。低温样本承载着科研心血，设备安全直接关系科研成果，一次偷懒，一次疏忽，就可能让数月努力化为乌有。从今天起，全院低温设备纳入重点安全监管范围，违规操作一律暂停实验资格。我会以自己的教训提醒所有人，低温设备绝不能大意。安全始于细节，隐患藏于习惯。希望大家真正把规范记在心里，落在行动上。漏水了，天花板在漏水，下面就是插座，水已经滴到插排上了，刚才还冒火花了，太危险了！快走，
一旦水进入电路，会直接引发短路跳闸，甚至触电起火。所有人员立刻撤离实验室，不要触碰任何电器开关，不要靠近漏水区域。大家不要慌乱，沿着墙边缓慢撤离，保持安全距离，不要围观。我先去关水阀，这种情况大概率是管道老化或者接口松动。漏水点正上方是旧水管井，管道年代久，接口密封老化，再加上近期气温变化，热胀冷缩，导致开裂渗漏，水流方向正好对着强电区域，属于高危水电叠加隐患。这栋楼的水路系统已经超过5年没有全面检修，只做过简单应急维修，属于典型的历史遗留隐患。水阀关掉了，但是管道里的存水还会继续滴一段时间，必须立刻断电。立刻切断该区域总电源，禁止任何学生返回实验室，直到隐患彻底排除。这不是简单的漏水，是可能引发触电火灾的重大安全事故。你们看，接口完全老化，密封圈失去弹性，轻微震动就会渗漏。这一段管道至少有8年没有更换，早就超出安全使用周期。漏水区域下方没有做任何防水处理，墙面没有防水涂层，地面没有挡水沿，水管井也没有集水盘。一旦漏水，水会直接顺着墙体流到电路，没有任何缓冲和阻挡。水管井、电路井距离过近，布局本身就存在风险，再加上长期失修、缺乏维护，隐患被不断放大，最终爆发。高校实验楼明确要求，水路与电路必须分离布设，水管下方必须设置防水槽、集水盘、漏水报警器。这里3项全都不达标。不止这一处，旁边好几条管子都有轻微渗水痕迹，只是之前不明显，没人上报，也没人系统排查。我们平时只处理紧急漏水，哪里漏了补哪里，从来没有做过全面排查和更换。这就是最危险的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。隐患没有被根除，只会一次次复发，直到变成真正的事故。现在事故原因已经完全清晰。第一，水管老化，接口松动，密封圈失效。第二，水路电路距离过近，布局不合理。第三，无防水、无集水、无报警装置。第四，长期缺乏系统性检修，小隐患拖成大风险。这是典型的设施老化和维护缺失加上设计漏洞3重叠加，必须全面整改，不能只修一个接口。让我去吧，周老师。好。所有开裂、松动、老化的管道全部更换为新型耐腐蚀管材，接口重新密封加固，从根源上杜绝渗漏。我还在水管下方加装不锈钢集水盘与漏水报警器，一旦出现微量渗水，立刻声光报警，第一时间预警。漏水区域墙面全部涂刷防水涂层，地面增设挡水沿与导流槽，确保即使再次漏水，也会顺着导流槽流到安全区域，绝不接触电路。学姐，我去配合后勤人员对电路进行移位，实现水电彻底分离，所有插座、配电箱远离水管、水槽、管道井，从布局上消除交叉风险。今天让大家亲眼看到整改全过程，就是要让所有人明白，水电安全是实验室的生命线，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。遇到漏水，第一先断水，第二再断电，第三撤离，第四上报，4步流程必须记牢。大家记住，每日查看管道、墙面、地面有无渗水、潮湿、发霉，每周测试漏水报警器，每月全面检查水管接口与阀门。从今天起，实验楼水电安全实行责任分区，每层每间实验室都有专人负责，发现隐患立即上报，绝不拖延，绝不隐瞒。周老师，您看看，所有老化管道更换完毕，防水、集水、报警装置全部安装到位，电路移位整改合格，地面干燥，墙面整洁，隐患彻底排除。大家记住，整改到位，制度到位，责任到位，才能真正守住实验楼的水电安全底线。实验楼的水管渗漏，经探案组与后勤部门全面排查整改，确认事故原因是水管老化松动加上水电布局过近，使用时无防水防护加上长期失修4重隐患叠加，引发的高危渗漏险情。全楼水管已完成全面更换与加固，每层都加装漏水报警器、集水盘、防水导流槽，实现水电分离布设。今后每月1次全面巡检，每季度1次专项维护。第一，水路与电路必须分离布设，严禁水管靠近插座、配电箱、电线槽。
第二，水管下方必须设置防水、集水报警装置，做到微量渗漏早发现、早处理。第三，管道、阀门接口定期更换，严禁超期服役、带病运行。第四，发现漏水渗水、墙面潮湿，第一时间断水断电，立即上报，严禁自行处理。第五，实验室严禁撕拉乱接电线，严禁改造水管，所有改动必须由专业人员操作。我给大家一句口诀：水电离，不靠近，有漏水先断电，常巡检，早发现。水电是实验室最基础也最致命的安全隐患，水可导电，电可起火，一旦交叉，瞬间成灾。历史上多起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都由水电隐患引发。这次渗漏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，但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。实验室安全没有小事，每一个滴水的接口，每一处潮湿的墙面，都可能是下一次事故的起点。守住水电安全，就是守住所有人的生命安全与科研安全。旧化学实验室连续出事，领导要求咱们立刻到场。学姐，这里味道特别冲，眼睛都睁不开，而且台面一用就晃，水龙头关不严，插座还发烫。所有人撤离，这不是普通小问题，是历史遗留型安全隐患集中爆发。台面腐蚀严重，支架松动，试剂混放标签模糊，电线外皮开裂，通风柜风机空转，风道堵塞，水管渗漏滴到电源盒附近。这间实验室建成年代久远，长期只使用不检修不升级，安全设施严重不达标。通风失效，电路老化，水管渗漏，试剂柜锈蚀，实验台不稳，几乎全是硬伤。更危险的是水电交错，危化品存放不合规，应急喷淋与洗眼器完全失效，一旦发生泄漏、起火、爆炸，逃生都困难。近3年没有一次全面安全评估，没有系统整改，完全是带病运行。旧实验室最容易被忽视，但风险最高。我去联系领导，看能不能立刻停用这间实验室。这一次，我们要一次性把所有陈年隐患彻底清零。说得对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去看看。这里有股怪味，不是试剂味，也不是霉味，很闷，还带着一点刺鼻。我也闻到了，旧实验室封闭时间长，很容易藏隐蔽隐患，大家分散查看，不要触碰任何物体。周老师，这边墙面大面积反潮，表层已经起皮泛白。潮气这么重，说明长期有水分渗入，没有及时处理。这片区域之前是做什么的？我看过档案，这里早年是临时储物间，长期堆放废弃材料，一直没有做防潮处理。墙体保温层肯定破损了，潮气从夹层渗进来，再加上储物间封闭不通风，才闷出这种怪味儿。不对，味道是从储物间缝隙里飘出来的，潮气和异味叠加在一起，不只是保温层的问题。这片区域靠近外墙窗台，雨水很容易顺着缝隙渗入，长期下来，墙体受潮，杂物霉变，风险会越来越大。一旦霉菌扩散，不仅污染环境，还会影响师生健康。如果潮气接触到电路，还可能引发短路。现在不能贸然拆墙，也不能随意翻动储物间，先封锁反潮区域，禁止堆放任何物品，防止隐患扩散。同意，张师傅，明天重点检查外墙窗台密封情况，找到潮气真正源头。林展，整理旧储物间历史使用记录。放心，我带齐工具，一定把源头找出来。我马上核对档案，把历年堆放物品、封闭时间全部理清。旧实验室的隐患，往往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后面还有更多问题要解决。我先拆开吊顶边缘，看看墙体夹层里面是什么情况。没有水管破裂，没有渗漏痕迹，排除水路问题。
水渍是从外墙方向渗进来的，顺着墙体夹层往下蔓延，说明源头在室外。应该是外墙密封老化，雨水长期渗透导致的。张师傅，你重点检查下窗台位置。找到了，窗台密封胶完全老化开裂，一到下雨天，雨水就顺着缝隙钻进墙体，日积月累，整片墙都泡透了。潮气源头锁定了，接下来是异味源头。周老师，那个封闭储物间，我们必须打开看看。全是易燃杂物，长期密闭不通风，难怪会霉变。异味就是这么来的。废弃纸箱属于易燃物，在实验区内大量堆积，一旦遇到明火或电路火花，极易引发火灾。再加上潮气侵蚀，双重隐患。现在逻辑清晰了，外墙密封失效导致了雨水渗入墙体，保温层破损，墙面就会大面积反潮。储物间长期封闭，又堆了很多杂物，味道就是细菌霉变产生的。必须先把储物间清空，再更换窗台密封胶，从根源阻断潮气入侵。林展，你去分类登记，把可回收物品收纳妥当。张师傅负责废弃杂物按规定清运，绝不随意堆放。周老师说的对，先清隐患，再修硬件，一步都不能马虎。我去给师姐帮忙。周老师，我来帮忙。这粉尘好呛人，喉咙好痒。快后退到通风处，不要吸入霉变粉尘。旧储物间长期封闭，霉菌滋生产生的粉尘会刺激呼吸道，敏感人群容易出现咳嗽、头晕等症状。先别搬了，咱们先出去检查一下通风情况。通风口堵死了，室内空气无法流通，潮气、霉味、粉尘全都囤积在室内，散不出去。全是常年积累的灰尘和碎渣，根本没人维护，风都透不过来。封闭环境下的霉变粉尘属于典型的环境安全隐患，不仅影响健康，还会加速设备和墙体老化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这里风险这么大。不怪你，旧实验室长期无人管理，很多隐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保障安全，再继续清理。现在大家干好3件事：第一，打开门窗，强制通风，先把室内粉尘与浊气排空；第二，全面疏通所有通风口，恢复空气流通；第三，清理时佩戴口罩，避免粉尘吸入。我记录下来，旧实验室通风系统必须纳入重点整改清单，定期疏通维护。我等下就把所有通风口全清理一遍，保证风量通畅。大家注意，实验室安全不只是仪器操作、试剂管理，环境通风、粉尘防控、杂物清理，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红线。我先处理外墙窗台，这是阻潮气的关键。旧胶全剔除，缝隙清干净，才能冲打胶，半点马虎不得。张师傅，我帮您检查，确保密封到位，雨水渗不进来。防水密封是基础，堵不住潮气，内部修缮全白费。储物间已消毒烘干，后续绝不能堆废弃易燃杂物，避免隐患。师姐，我配合你，划分区域贴标识，做到分类规范。窗台密封搞定，墙体也烘过了，干燥后修补墙面，恢复保温层，保证无隐患。水路、电路通风，墙体一步步来，整改必须标本兼治，不留死角。目前已解决4大隐患，接下来排查实验台、线路等硬件，不能遗漏。旧实验室是沉睡的风险点，我们要逐一清除隐患，让它重归安全。只要能保安全，累点值，咱们手艺人得对活负责。大家辛苦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明天继续排查实验台，把这里改成合规教学空间。都听周老师的，明天一早来，接着干。大家仔细检查一下实验台，
既然学校把这件事交给咱们，咱们就里里外外都仔细检查一遍，不能放过任何一处隐患。这实验台不稳，支架松动，用力一点就晃。师姐，你记一下这个台位。钢架锈蚀严重，螺丝全部松脱，支撑力早就不够了。这批次实验台用了10多年，早过报废年限了，继续用太危险。台面老化，耐腐蚀层已经破损，一旦盛放试剂，极易渗透腐蚀台面，严重的还会开裂坍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实验台是实验室最基础的载体，台架不稳，台面失效，不管做什么操作，都带着安全风险，必须重视。我怀疑台面下面还有隐藏问题，咱们得再仔细看看。底部堆积这么多杂物，一方面会加速钢架锈蚀，另一方面堵塞底部空间，一旦出现漏水漏电的情况，根本无法及时发现。实验台安全规范写得很明确，支架稳固，台面完好，底部无杂物，定期检修。这里一条都没做到，完全不合规。这种实验台可不能再用了，放重点仪器会歪，做加热实验会晃，万一突然坍塌，不仅会砸伤人，要是打翻了试剂，就更危险了。所有存在松动、锈蚀、开裂的实验台一律停用，标记准备更换，绝不将就。我负责逐一标记隐患台位，详细列出更换清单，不遗漏任何一台。我整理实验台安全标准，后续给相关人员统一培训，避免再出现违规情况。我配合你们拆除、更换、加固，保证新台架稳固、安全，完全达标。大家记住，在安全面前，没有任何将就的余地。我查过了，全市一共12张实验台，8张存在钢架锈蚀、支架松动，3张台面开裂、凹陷明显，已经不能承重。按照高校实验室安全规范，台面出现裂纹、钢架锈蚀超过30%，支架晃动超阈值，必须强制报废更换。我做了承重模拟，用标准仪器重量轻压，晃动幅度超标。如果是加热、加压操作，极有可能侧翻。实验台坍塌，轻则损毁仪器，重则打翻试剂、烫伤腐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还发现，部分实验台下方有局部线路，因为台面晃动、潮气侵蚀，绝缘层已经轻微破损。台面晃动、线路破损、潮气3项叠加，等于触电和火灾双重风险。这种线路我也不敢随便修，必须先拆旧台，再理线路，不然还是越修越危险。现在先将所有隐患实验台全部停用，等后勤部评估之后，统一清场、拆除，更换新型耐腐蚀、稳固式实验台。我来制定更换顺序、安装标准、验收规范。我负责现场定位、布局优化，确保新实验台远离门窗、通风口、通道震动区。我去联系后勤部拆除清运，这回安装加固我亲自盯着，保证每一张都又牢固又稳当。旧实验室之所以事故频发，就是因为该换不换，该修不修。这一次我们不留任何带病设备。张师傅，辛苦你盯着了。应该的。我给大家强调一下本次更换原则：安全第一，施工规范，布局合理，验收严格，所有步骤必须符合最新实验室标准。我负责拆除旧台，大家注意，所有设备都先断电，再清理后拆除，避免砸坏墙面、碰伤线路。我去查了，这次新实验台采用的是耐腐蚀、防渗漏、承重达标的台面，钢架防锈加固，完全符合危化品操作要求。我联系实验室负责人，重新优化了布局。大家看，新实验台全部远离通道、门窗、通风口，减少震动干扰，间距加宽，保证应急疏散流畅。同时同步整改台下线路，更换破损绝缘层，整理线卡，固定线路，做到水电分离，远离潮湿区。施工必须在非教学时段进行，全程有人监护，做好安全围挡，禁止学生靠近。
好的，周老师，我去跟后勤组工人们说一声，叫他们拆除下来的旧钢架、旧台面分类清运，按规定处理。我负责现场监督，帮助师傅们核对好尺寸、水平、稳固度，确保安装一步到位。我联合实验室老师制定了实验台安全使用规范，启用前我组织对所有学生培训。干得不错，就实验室整改，每一步都要经得起检查。实验台是高频使用区域，之后绝对不能再出问题了。老师放心，等全部装好，我们再逐一验收，不合格绝不投入使用。周老师，工具、材料、人员都已到位了，开工吧。旧台锈蚀太严重，螺丝都锈死了，得小心拆，别崩飞伤人。注意下方线路，别硬拉硬拽。水平、间距、稳固性，我都卡着标准来。我来复测水平度，保证台面平整无倾斜。台下线路同步整理，破损线全部更换，线卡固定整齐，远离潮湿区域，杜绝磨损漏电。施工期间禁止无关人员进入，工具归位，物料码放整齐，保持通道畅通。新台架安装完毕，螺丝全部锁紧，钢架加固，台面平稳，承重测试合格。我模拟震动测试，轻敲、轻推都无明显晃动，符合安全要求。线路检查完毕，绝缘完好，走向规范，标识清晰。第一阶段安装合格。张师傅，麻烦您继续跟进，完成剩余台位，一定要保持同样标准。周老师放心，我一视同仁，一张都不马虎。看着旧台换新台，隐患一点点清除，真的很踏实。安全就是这样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。周老师都检查过了，所有台架稳固，水平达标，承重合格，台下线路全部整改完成，绝缘、固定、标识都到位。我已经做了完整稳定性测试，轻压、轻敲，模拟放置仪器均无晃动、无倾斜我异响。我对照安全规范逐一核对，现在台面完好，支架牢固，无尖锐边角，底部无杂物，线路规范全部合格。实验台整改完成，接下来清理施工垃圾，全面消杀，恢复整洁环境。喂，是后勤吗？我是张师傅，对，就是我。来，把垃圾倒了，把桌子擦一下。旧实验室从杂乱危险，一步步变得整洁有序，真的不容易。实验台是实验室的骨架，只要骨架稳了，整体安全就上了一个台阶。以后我每月来紧固一次螺丝，检查支架锈蚀情况，保证长期稳定。从今天起，旧实验室执行实验台巡检制度，每日查看稳固，每周清洁，每月检修。我会把实验台安全纳入学生第一课，强调严禁超载、严禁敲打、严禁堆放杂物。大家都做得很好，实验台整改就收官了，大家回去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检查一下储物柜隐患。柜体变形，柜门合页锈蚀，关不严，隔板承重不足，明显受潮老化。里面物品摆放混乱，耗材、空瓶杂物混放，没有分类，没有标识，不符合安全规范。这是木质柜体，长期受潮膨胀变形，再用下去会柜门脱落、隔板坍塌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。储物柜虽小，风险可不小，倾倒、砸落、物品混乱都会造成意外伤害，我们必须重视起来。实验室储物柜安全要求：分类存放，标识清晰，柜体稳固，门关的严，定期检查。这里全部不达标，必须彻底整改。周老师，我发现几个柜子靠近墙角，长期受潮最严重，底部已经发霉，随时可能失稳。有些柜子里东西塞太满，重量超标，隔板被压弯，再放东西会直接断裂，太危险了。凡是变形、锈蚀、门关不严、隔板塌陷的储物柜，一律停用、清理，准备更换，绝不将就。我来逐一标记隐患柜体，统计数量、位置、问题类型，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有隐患的柜子。我整理耗材分类规范，以后按类存放，按位摆放，张贴清晰标识，杜绝混乱堆放。我建议统一换成金属防潮储物柜，耐用、稳固、防暑、防霉，适合旧实验室潮湿的环境，
能从根本上解决受潮变形的问题。我同意。咱们既然负责就实验室整改，就要一次到位，不反复，不折腾，彻底解决储物柜的安全隐患。所有储物柜全部打开，逐一检查柜体、柜门、隔板、荷叶，不能放过任何一处隐患。同时把内部物品全部清理出来，分类整理。变形严重5个，柜门损坏3个，隔板塌陷2个，全部达到报废标准，没有修复的必要。内部物品混乱，耗材混放，过期物品未清理，空瓶堆积，无标签没登记，完全不符合安全规范。原来大家都是随手塞，不知道要分类，也不清楚有这么多安全要求，以后一定注意。实验室耗材必须分类，玻璃器皿、纸质耗材、塑料耗材、清洁用品必须分开存放，不能混装，这样既能避免损坏，也能杜绝安全隐患。过期耗材、破损器皿、无用杂物，一律清理清运，不留死角，避免堆积滋生隐患。周老师，我发现一个重点隐患，部分储物柜靠近通风口，潮气直吹加速老化，而且摆放位置拥挤，影响应急疏散，必须重新规划布局。储物柜摆放必须远离风口、水源、电源，保持合理间距，不堵塞通道，这样才能避免受潮老化，也能保证应急疏散顺畅。木质柜体不适合旧实验室潮湿环境，容易受潮变形，滋生霉菌，必须全部更换为金属防潮柜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我这就上报学校。咱们这次把所有旧木质储物柜全部更换，重新规划布局，统一分类，统一标识，彻底解决储物柜的安全隐患。我来制定耗材分类清单，标签规范，存放标准，确保后续物品摆放规范，不出现混乱堆放的情况。我负责优化摆放位置，远离潮区，保证通风，留出疏散通道，确保储物柜摆放合理安全。我帮学姐一起整理耗材，张贴标签，尽快完成清理和分类工作。储物柜虽小，却是日常高频使用区域，细节不到位，隐患随时会来。咱们一定要细致认真，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，杜绝任何安全漏洞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再往左挪一点，对齐地面的标记，远离墙角反潮区，确保间距达标。新柜金属材质，防潮防锈，隔板可调节，稳固耐用，完全符合实验室标准。我重新规划了位置，远离墙面反潮区，远离通风直吹区，不堵门，不堵通道，间距合理，既保证了安全，也方便后续使用。我来执行分类存放，第一柜就放玻璃器皿，第二柜放一些纸质耗材，第三柜放塑料耗材，第四柜就放一些清洁用品。一定要让学生们做到3定：定位、定类、定责，贯彻落实谁使用、谁归位、谁负责，从根本上杜绝杂乱堆放的问题。柜体全部固定，靠墙安放，防止倾倒，柜门开关顺畅，锁扣完好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内部隔板调整到合适高度，不超载，不挤压，不乱堆，根据耗材的大小合理分配空间，既节省空间，也能避免隔板损坏。我制定了储物柜安全使用守则，可以放到宣传片里。1、禁止混放； 2、禁止超载； 3、禁止暴力开关； 4、定期检查稳固； 5、发现损坏立即上报。不错，内容全面，条理清晰，这样既能规范大家的使用行为，也能提醒大家重视储物柜安全。以后储物柜整改完成后，就实验室环境安全、物品安全、东西安全都会大幅提升。以后每月我来检查一次柜体稳固、荷叶磨损情况，及时紧固螺丝，更换损坏部件，保证柜子长期安全使用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再也不会出现杂乱堆积、柜体老化的问题，每一件耗材都有自己的位置，实验室也会变得更加整洁安全。周老师，实验室咱们不是已经整改完了吗？怎么还要我们过来？是这样的，学校这边要求我们开展隐患回头看，重点再检查一下隐蔽区域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就再查一下平时看不见的地方，比如吊顶内侧、墙角缝隙、柜体后方、管道背面。大家看，这就有一处废气接线口未密封，裸露在外。还有这儿，地面有细微裂缝，虽然不大，但会慢慢渗水，加剧潮湿。
墙角一处通风口被包装碎屑轻微遮挡，风量受影响。隐蔽隐患最危险，平时看不见，出事吓一跳。旧实验室必须做到无死角排查。吊顶内线路、废气接口、地面裂缝、遮挡通风口，这些都是容易被忽略的小问题，但叠加起来就是大风险，必须要把这些问题扼杀在摇篮里。走吧，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。所有隐蔽区域必须登记、整改、复核，形成闭环。好，废气接线口，我马上用绝缘材料密封，彻底断电，消除风险。地面裂缝，我配合你清理、修补，做防水处理，防止渗水。我来检查所有通风口，确保无遮挡、无堵塞，风量稳定。大家不要着急，旧实验室整改到这一步，拼的不是速度，是细致。看得见的隐患好清，看不见的隐患难查。今天我们把隐蔽风险全部挖出来。好。周老师，废气接线口已经密封好了，绝缘处理完成，彻底断电，不会再出现打火、漏电风险。地面裂缝清理、修补，防水涂层完成，以后不会渗水反潮。全室通风口再次疏通，检查确认，无遮挡、无堵塞，风量达标。我去再查一遍吊顶、管道、墙角，所有隐蔽点全部合格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我做了隐蔽区域清单，每一项都有从问题到整改方法，再到验收环节以及对应的责任人，形成完整闭环。周老师，我和张师傅、顾宁商量了一下，以后每月都要举行回头看活动，重点查隐蔽区域，防止新隐患滋生。大家做得不错，旧实验室整改到现在，我们已经解决了外墙反潮、通风失效、杂物堆积、霉变粉尘、实验台老化、储物柜隐患、隐蔽线路、地面裂缝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。现在硬件全部达标，环境全面改善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乱糟糟、满是隐患的旧实验室了。从今天起，旧实验室不再是高风险区，而是安全、规范、整洁的教学实验空间。每一步整改都是对生命负责。本次验收要覆盖墙体防潮、通风系统、实验台、储物柜、电路安全、地面防水、隐蔽工程、环境整洁8个方面，大家仔细核对检查好。我这里硬件全部合格，通风通畅，台架稳固，柜体安全，电路规范，防水到位，无隐患点。相关制度也全部落地，巡检表、维护记录、使用规范、安全标识、培训计划全部齐全。我完整复盘一遍整改链条，从异味反潮找到潮源，然后清理霉变、疏通通风，更换实验台、储物柜，最后整改了隐蔽隐患。到现在全面验收，每一步我都记录好了，信息闭环可追溯。旧实验室长期失管、设施老化、环境杂乱、风险叠加的历史彻底结束。从今天起，旧实验室执行和新实验室完全一致的安全标准，每日巡检、每周维护、每月培训、每季度全面排查。我已经沟通好了，后勤组全力保障，有问题随叫随到，绝不拖延。大家还记得咱们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吗？因为实验室灵异事件。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，实验室根本没有灵异事件，只有被忽视隐患；没有偶然事故，只有一次次违规与失管。我们探案组破的不是案子，是安全风险；守的不是仪器，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。旧实验室整改圆满收官，接下来我们将迎来整个实验楼安全体系的最终总结与成果展示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周老师，大会我也要去吗？当然，没有您，咱们探案组也不会这么顺利。就是呀，张叔，一起去嘛。那我就跟你们小年轻凑回热闹。从今天起，这间困扰学院多年的旧实验室正式恢复安全使用资格，所有隐患清零，硬件达标，制度落地。我在后勤干了快30年，看着这间实验室从新变旧，从整洁变杂乱，今天终于又变回安全规整的样子，心里真踏实。翻开这么厚的整改台账，一页页都是记录，还挺有成就感的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些日子我们一共排查整改隐患37项，更换设备12台，梳理制度9条，完善应急预案5项。最开始我加入探案组，只是觉得推理找疑点很有趣，像破解一场场谜题。可走到今天，我才明白，
我们找的不是真相，是安全；我们破的不是案子，是风险。大家还记得第一天那个深夜跳闸的实验室吗？咱们因为一场意外相聚，因为一份责任同行。从用电安全、危化品管理到精密仪器、高压激光、低温设备，再到今天旧实验室收官整改，我们走了一整段完整的路。我以前总觉得安全就是守规矩、卡流程，甚至有点不近人情。但现在我懂了，规矩不是约束，是保护；制度不是形式，是底线。以前我只负责修水电、修设备，觉得坏了再修就行。现在我明白，防患于未然比出事再补救重要10000倍。我们4个人性格不同，分工不同，却因为同一件事走到一起，吵过、急过、坚持过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实验室整改完成，意味着我们探案组的阶段性任务圆满结束，但安全这条路没有终点。周老师、顾宁、林展、张师傅，我代表学院向你们表示感谢。领导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一学期以来，实验楼安全隐患全面清零，安全制度全面建立，学生安全意识显著提升，多起潜在重大事故被提前化解。你们的工作，上级部门已经公开表扬。其实我们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，就是把一个个小隐患找出来，改到位。安全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，而是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、做到位。你们组建的探案组，用科学推理破解安全谜案，用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防线，模式可复制、可推广。我们已经把所有案例整理成科普教材，所有制度梳理成标准流程，所有隐患形成整改台账，方便后续持续执行。是，周老师跟后勤这边也定好了巡检计划，每月全楼排查，不留死角，坚决守住安全底线。经学院研究决定，实验室安全探案组正式转为常设小组，继续负责实验楼安全巡查、隐患排查、科普培训、应急演练。所以我们不用解散了。对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任务从破案整改变成守护预防。以后我们继续一起巡查、一起排查、一起科普，让实验楼一直安全下去。只要为了安全，我随时都在。今天我们以一场安全分享会，为这一阶段的工作画上句号，也为长久的安全守护开启新的起点。曾经我以为实验室里有离奇的谜、诡异的事，走到今天我才懂得，实验室里没有灵异，只有隐患；没有意外，只有疏忽。每一起事故背后，都是一次次被忽视的细节。安全不是一个人的坚守，是所有人的同行。从今天起，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记住：规范操作，遵守制度，敬畏风险，珍惜自己。你守住规则，规则就会守住你。我是个修设备的老师傅，我想跟大家说，仪器坏了能修，线路断了能换，但人的安全只有一次。多检查一眼，多留心一下，比什么都强。我们探案组由一场深夜事故相聚，以旧实验室整改收官。我们破解的不是案件，是危机；我们坚守的不是岗位，是生命。安全没有大结局，永远只有进行时。我们会一直在这里，继续巡查，继续排查，继续守护。实验楼的每一间实验室、每一台设备、每一条线路都会被认真对待。只要有隐患，我们就出现；只要有风险，我们就化解。以后还会有案子吗？最好永远都没有。